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一彩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气质女人最可贵的8样东西，你有几样？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张爱玲说，女人如花，如花的女人应保持如花的容颜，如花的才情，如花的品质。因为当岁月流逝，容颜老去，伴随一生的只剩下内在的素养和气质。一位充满魅力的女人，其散发出的迷人气质，足以让男人为之魂牵梦萦。若女人想要实现自我蜕变，塑造独特的气质，她必须深入挖掘并改变自己的内在，从而完成一场从内到外的完美升华。常言道，岁月从不败真美人。这里的美往往指的是女人内在的独特韵味，而不仅仅是外貌的美丽。再美丽的容颜，也仅能在岁月中闪耀10余年。当青春逝去，若缺乏内在的涵养与深度，女人的光芒也将黯然失色。因此，女人应持续不断地修炼自我，培养那份独一无二的气质。只有这样，才能在情感与生活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。真正有气质的女人拥有以下8样东西。1. 读书。董卿说，女人外表的美都是短暂的，唯有用知识和涵养修饰自己，才能美丽一生。我始终相信读过的书，走过的路，总会在未来某一天发挥作用，使我变得更出色。深以为然。一个喜欢读书的女人，其内在的涵养明显高于普通女人，她们有思想，有眼界，有格局，活得更加通透。法国作家妙丽叶巴贝里在《刺猬的优雅》中塑造了一个人见人不爱的女主角乐妮。27年来，这个54岁的寡妇在一栋住满达官显贵、精英分子的高级公寓的门房里，过着隐形人般的生活，装笨、扮丑、耍粗俗，是她每天必须谨守的本分。然而，在掩人耳目的背后，她的心灵密室塞满胡塞尔现象学、弗洛伊德、中世纪哲学。她在这样的生活中自得其乐，像一只刺猬，性喜孤独，却优雅得无以复加。新搬来的日本绅士小金先生，凭着敏锐而细腻的观察力，在寥寥几句交谈中识破了乐妮的伪装。他送书给乐妮，与她一同欣赏电影，替她挑选合体的衣饰，邀她去高级餐厅共进晚餐。他为这个女人的内心而着迷。读书不会改变一个女人的外貌，却可以让她的内心变得熠熠生辉。它是一种街头暗号，只有具有同样美好灵魂的人，才能彼此接近，彼此相爱。看他有没有修养，听他说话就知道了。如果总是傲慢自大，修养肯定不高。但那些读过很多书的女人，说话做事都显得很有教养，不会说出伤人的话。所以，女人培养阅读习惯，能增加知识，拓宽视野，还能吸收好品质，让说话更有水平。这样的女人气质高雅，给人舒服的感觉，相处起来也很愉快。要想有这种气质，得坚持不懈，从生活小事做起，慢慢提升。做到了这些，时间会让你的气质和魅力更加出众。外表美只能吸引人一时，而独特的气质才能让人长久难忘。2. 微笑。有人说，爱笑的人往往心态平和，拥有良善之心。的确如此，一个喜欢微笑的女人，内心必定极为纯真善良。她的笑容如同温暖的阳光，给予人无比舒适的感觉，也因此赢得了众人的喜爱与倾慕。人们总是乐于与这样爱笑的女人为伍，因为她待人真诚，毫无城府。这份难得的坦率与真诚，正是她们最宝贵的品质。在生活中，女人若能持续保持微笑，这不仅是她积极乐观生活态度的体现，更如同磁石一般，吸引着周围的人从她身上汲取到满满的正能量。
与这样的女人相处，心旷神怡，轻松愉悦，生活也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多彩，充满了无限生机。她们在应对各种挑战时，总能保持冷静与从容，不急不躁，以平和的心态面对一切。这种独特的魅力，往往能在不经意间深深吸引并打动周围人的心。朋友杨青就是一位拥有高贵气质的女人，她无论生活顺利还是处在艰难之中，都以微笑对待别人。当杨青遭遇职业生涯的一次重大挫折，被调离核心岗位，负责一个无关紧要的边缘项目时，这对于一个习惯于站在行业前沿追求卓越的她来说，无疑是一种打击。然而杨青并未因此而沉沦或抱怨，她选择以更加积极的态度面对这一挑战。她深入项目，细致入微地分析每一个细节，用她的专业知识和创新思维，将原本不起眼的项目打造成了公司的新亮点。在繁忙的工作之余，杨青还坚持阅读，学习最新的行业资讯和技术动态，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和综合能力。他的办公室即使在深夜也常亮着灯。杨青的生活态度同样令人钦佩，他热爱生活，善于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美好。无论是周末的户外徒步，还是夜晚的星空观测，他都能从中找到乐趣和灵感。他对待朋友和家人更是温柔体贴，总能在他们需要帮助时伸出援手，用他的微笑和温暖给予他们力量。在杨青看来，生活中的每一次挑战都是成长的机会。他以一颗平和的心态面对得失，用微笑化解烦恼，用智慧解决问题。最终，杨青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和才华，重新回到了事业的巅峰。可见，无论生活给予什么，都要以微笑和坚韧去面对，活出真正的自我，才是最大的成功。人生实际上如同一场修行，每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磨难。有的人会心生不满，从此消沉，但有的人却能泰然处之，反而绽放出美丽的花朵。所以一个时常微笑的女人，内心淡定从容，活得通透。她们拥有乐观的态度，坚定的信念，最终活出了自己独特的气质。3. 独处。周国平说，人生最好的境界是丰富的安静。一个热爱独处的女人会在无声中悄然提升自我。她们看起来孤僻，实则不然，她们只是对那些无关紧要的社交活动不感兴趣。这类女人清楚自己的追求，会将时间投入到更有价值的事物上，持续的自我提升。独处并非孤独，而是在宁静中沉淀，以更平和的心态去观察世界，从而塑造出更卓越的自我。擅长独处的人往往能够增值，他们并不感到寂寞，而是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享受生活，活得有滋有味，充满自信。他们对那些看似光鲜的聚会不甚热衷，反而更偏爱独自享受那份宁静带来的快乐。在这样的时刻，他们的心灵是清澈的，不受外界干扰，能够更清晰地认识自己，对未来的规划也更为明智。这样的女人在独处中变得充满活力，心态平和，心境高远，自然而然地散发出独特的气质。因此，真正有气质的女人必然懂得独处的价值，在独处中成就更优秀的自己。她们内心平静，举止优雅，淡定自若，往往能够活得更加精彩。实际上，独处也是一种从容的生活方式。女人若能如此，让心境平和，在生活中便能拥有从容不迫的态度，反而为自己带来更多的机遇。学会独处的女人，生活简单而宁静，身上也流露出一种悠然自得的气息，给人以美的享受。男人若遇到这样的女人，很容易为之倾倒，也愿意为她们付出，因为她们确实值得。一个人的生活艺术，在某种程度上
也体现在她是否擅长独处。虽然与朋友们相聚固然快乐，但一个人的独处时光更加宝贵，因为只有真正学会独处，才能体会到内心的共鸣，享受那份宁静带来的舒适，这样自然能够沉淀出更加美丽和高贵的自己。4. 教养。女人可以不漂亮，可以少点气质，少点文化，但不能没有教养。教养是一种潜在的品质，它能直接吸引人们的目光。急救中心的同学曾分享过一个故事，那夜医院的急诊室被一辆疾驰而来的120急救车打破宁静，车上载着一位刚从车祸现场被救出的老人，老人的身上都是血，情况十分危急。医院迅速启动紧急救治流程，但遗憾的是，尽管医护人员拼尽全力，老人最终还是没抢救回来。当老人的家属闻讯赶来，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噩耗，他们无不痛哭流涕，整个医院走廊都回荡着他们悲痛的哭声。而那位肇事司机在事故发生后便被交警带走，始终未曾露面，取而代之的是他的妻子，他牵着年幼的孩子，满含愧疚地出现在众人面前，他的声音颤抖着，泪水在眼眶中打转，向死者的家属鞠躬道歉，真的非常对不起你们。然而就在这时，一位年约20的青年男子，老人的孙子，突然从人群中冲出，他的眼神中充满了愤怒与悲痛，他一脚将女人踹倒在地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所有人都震惊不已，女人的孩子更是吓得大哭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一位中年女人及时出现，她迅速上前拉住了青年，并示意其他人帮忙控制住他。随后她转身面向那对受惊的母子，伸出了自己的手。司机老婆用难以置信的眼光看着那双手，仿佛在迟疑着要不要将自己的手递过去。他的孩子看到母亲的迟疑，也没有将自己的小手递过去。然而中年女人并没有放弃，她弯下腰来，先是抱起了那个哭泣的孩子，然后又温柔地扶起了那位惊慌失措的母亲。她的话语如同春风般温暖人心，请放心，我们明白这场事故并非你所愿，你和你的孩子都是无辜的受害者。对于刚才我侄子的冲动行为，我代表他向你们表示最诚挚的歉意。这一刻，整个医院的空气都凝固了，人们都被这位中年女人的教养所感动。不矫情，不做作，在极端情绪中依然保持冷静，对人不尖酸刻薄，这是一个女人最大的教养。教养其实很琐碎，就体现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瞬间。一个有女人的教养，是这个严酷世间最大的温柔。5. 自信。一书说过，真正有气质的淑女，从不炫耀她所拥有的一切。她不告诉人她读过什么书，去过什么地方，有多少件衣服，买过什么珠宝，因为她没有自卑感。有人说，一个人爱炫耀什么，是因为缺少什么，用炫耀来引起别人的注意。这样的人内心不够自信，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同，而有气质的女人不会这样。外交部副部长傅莹女士身兼数职，饱读诗书，在多次外交场合中，她凭借非凡的个人魅力，赢得了柔性危机专家的美誉。特别是在北京奥运火炬传递在英国遭遇挑战的时刻，她以中国驻英大使的身份，在《每日电讯报》上发表文章，强烈谴责了示威者试图夺取火炬的暴力行径，有效澄清了外界对中国的误解，促进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更快速、更深入的理解。此外，傅莹女士还吸引了全球知名媒体《金融时报》的关注，该报特意安排总编巴贝尔对她进行了专访。巴贝尔在文章中描述了对她的第一印象：这位朝我们餐桌缓缓走来的女士仪态优雅，没有中国官场上常见的那种严肃表情，身着粉红格子上衣和裙子，
戴着一串粉白相间的珍珠项链，笑容灿烂。她很有魅力，但她明白，魅力还可以作为武器。她却不会以此炫耀，因为她没有自卑感，并且充满自信。她的自信来源于她所受过的教育，经历过的人生和看过的世界，而不是一件小事或是小小的财富。如此自信的女人，气质超群。6. 宽容。人活在世上，必定会接触到许多的人和事，碰撞与摩擦是常态。面对来自各方的伤害，即便是身边人的无心之过，我们也应常怀宽容之心，特别是在感情上，更应相互理解，共同磨合。当然，宽容并非无原则的退让，失去做人的底线。莎士比亚曾说，宽容就像天上的细雨滋润着大地，它赐福于宽容的人，也赐福于被宽容的人。宽容的人，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他人，都是春日暖阳。朋友王磊和李娟曾是校园里的才子佳人。在毕业典礼上，王磊深情地对李娟许下誓言，未来无论风雨，我都将伴你左右，不让你受一丝委屈。然而10年之后，王磊的一时迷失让他们的婚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，他出轨了。面对亲人的责怪与内心的挣扎，王磊鼓起勇气，在社交媒体上坦诚了自己的过错，并向家人致以最深的歉意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李娟选择了原谅，让她毛发无损地回归家庭。她在个人账号上写下，我们选择相信爱，相信成长的力量，给彼此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。从那一刻起，李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自我提升与事业发展上。她创立了一家专注于女人成长的在线教育平台，用自己的经历激励着无数女人勇敢面对生活的挑战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李娟不仅在职场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，她的气质与智慧也日益彰显，成为了众人眼中的楷模。当被问及那段过往时，李娟总是微笑着说，每一个挑战都是成长的契机。它让我更加珍惜现在，也更加期待未来。宽容不是一味的忍让，宽容是原谅别人的同时放过自己，让自己从怨恨和愤怒中走出来，去专注自己，让自己发光。宽容是一种修养，更是一种智慧。7. 接纳。完美是很多人都想要的境界，但追求事事完美，无形之中会给自己很多的压力和包袱。泰戈尔曾说，世界上什么都不完美，蔷薇是带刺的花卉，高高在上的天使，我相信也不是没有过失。是的，世界上本来就没有完美无缺的人，人本来就是不完美的，我们需要敞开心扉，接纳自己的不完美。有这样一个故事，一位农夫有2个水桶，一个完好，一个带裂缝。每次挑水归来，完好的水桶总是满载而归，而带裂缝的水桶却只能带回半桶。2年间，完好的水桶自豪满满，而带裂缝的水桶则因自己的缺陷而羞愧难当。他向农夫道歉，说自己因为漏水而只能带回半桶水。农夫却引导他关注路旁盛开的花朵，并透露是那些漏水浇灌了花朵。农夫温柔地告诉他，你虽然漏水，却为路旁的花朵带来了生机。正如卡耐基所说，无需羡慕他人的花园，因为你也拥有自己的乐土。每个人的价值都独一无二，不必因自己的不完美而抱怨。外表或许可以相似，但内心的丰富与独特才是真正的魅力所在。接纳自己的不完美，并善于利用它，可以让缺点成为优点。正如带刺的玫瑰，虽不芬芳，却同样美丽。高贵的女人敢于接纳自己的不完美，会在寻找完整自我的过程中，收获真正的幸福与充实。她们活出了自我，拥有自己的魅力与风采。8. 善良。对于女人来说，善良就是她的底线。自私自利，心狠手辣，即使她再成功再漂亮，失去了善良，那她所有的一切都将黯淡失色。
从朋友那里听说一个故事，金竹结婚2年后，她的丈夫在一场车祸中丧生。尽管内心充满悲痛，她还是强忍泪水，完成了丧礼。此后，她独自守着这个曾经充满爱的家，过着没有丈夫的生活。然而，还不到1个月，一位年轻的女士带着一个大约2岁的小女孩突然造访，声称自己是金竹丈夫的情人，而小女孩则是他们的孩子。现在，随着她男人离世，她无法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，便将孩子留给了金竹，自己匆匆离去。金竹难以接受丈夫早已背叛她的残酷现实，几乎陷入了崩溃。但当她看到小女孩在门口哭泣，泪流满面时，她的善良本性促使她拿起湿毛巾，为小女孩擦去了泪水和鼻涕。小女孩的五官与她的丈夫惊人的相似，金竹心中明白这位女士所言非虚，她温柔地将小女孩拥入怀中，轻声说道：从今往后，你就跟着阿姨一起生活，只要阿姨还在，就不会让你受任何委屈。她给小女孩取名小暖，并从此拒绝了亲朋好友的好意牵线，没有再婚，与小暖相依为命。在小暖18岁那年，她的生母突然出现，试图将她带走，但小暖坚决拒绝了，紧紧抱住清瘦的金竹，对生母说：我只有一个妈妈，你走吧。林清玄曾经在《生命的化妆》中说，女人的化妆有3个层次，第一层就是最基础的表面上的化妆，第2层就是改变体质，让自己的皮肤更加有弹性，让自己的精神头更加充足，第3层就是多读书，多欣赏艺术，多思考生活，乐观，心地善良。由此可见，女人的坚强和善良都来自于她学识的打底，她举止的优雅，才华的出众，也是来自于她内涵的充沛。所以，一个善良坚强的女人，她会强大到看清名誉，会拥有一个宽广的胸怀。她不会让自己的青春随着岁月而流逝，而是会让自己的学识随着自己年龄的增长，让自己骄傲一生。这种日积月累的智慧，即便是岁月的清霜爬上了她的脸颊，也依然会让她风韵犹存，不失典雅。一个善良的女人是可敬佩的，因为她不会因为时光的麻木而让自己丢失了年少的清纯，也不会因为生活的残酷而让自己变成村口的长舌妇，而是面对世间种种无奈，越来越柔软，越来越懂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容易，越来越能够体谅，越来越在安静中坚强。女人身上最美的8样东西，你有几样？最美好的年华，女人首先应该留给自己，用来成长，其次才是男人，用来分享。愿你能过自己想要的生活，活得快乐，过得精彩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